湿气重的人敲一个地方会很痛，没错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小腿上的承山的位置。承山是在足太阳膀胱经上，而膀胱经主人体的一身之阳气，它承受的压力最多，是筋骨肉的集结之处，是人体阳气最盛的经脉枢纽。我们身体有寒有湿，最容易藏在承山这里。自古以来，祛湿都要用到它。下面我带大家找承山。承山，我们先把脚跟上提，腓肠肌尖角中点处，就在这里。这个位置是很好找的。找到位置后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拳头来敲打，稍稍用力，连续敲49下，然后换脚也是敲49下，左右敲完算一组，可以连续做3到5组。有些人轻轻一按他的承山穴，都会有明显的酸胀痛感，这是因为体内湿气重。但是坚持疏通承山一段时间后，就会感觉身上微微发热，这就是膀胱经上的阳气在起作用了。身上的湿气正随着微微升高的体温向外散逸，等身体的湿气小了，拍起来就不会痛了。生活中10人9湿，几乎人人都要祛湿，但是身体的湿气的根源在哪里呢？其实它来源于脾，脾胃不好、虚弱的人湿气一定重。平时除了要坚持拍打承山穴，同时晚上睡觉时候贴一贴肚脐贴就能事半功倍。肚脐贴是大师南怀瑾的方法，制作很简单，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自制。取桂圆肉1颗，花椒7颗，加上艾绒一同打烂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贴在肚脐上。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就取下来。贴肚脐贴之前，最好在肚脐里滴一滴白酒，促进吸收。贴完肚脐，双脚的涌泉也要各贴一个，把丸子压扁一些，放在脚心的涌泉穴，贴上胶布即可。建议湿气重、脾虚、容易饱胀、消化不好或者大便不正常的朋友，最好能贴2到3个月，让身体注入艾草的阳气、花椒、桂圆的补益能量。坚持，你会感受到其中的变化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我们很多女性平时老是喜欢生闷气，那些郁结的气得不到及时的排出，就会带来很多健康问题。所以生气是女性一个很常见也是很普遍的健康隐患。毕竟在生活中不可能每件事情都符合自己的心意，除了自己努力的调节，我们也可以用疏通经络的方法帮助排出郁结的浊气。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就是用刮痧的方法疏通我们的三焦经。下面我向大家演示。我们刮痧的地方就是刮手臂外侧，就是这一段就可以了。用一块牛角的刮痧板，我们从上往下刮，力度适中，不追求粗痧，目的只是要疏通。当然，如果有些人在刮的时候有痧出，这也是正常的。如果你的痧上颜色比较深，那就说明你的三焦经还是比较淤堵。如果出痧了，就不要急着刮第2次，等痧完全退了再刮第2次。我们一般疏通三焦经，刮5分钟就可以了。左右三焦经都是用同样的方法。三焦经就是人体的出气筒，如果你老是喜欢生闷气，那就常常疏通三焦经，气顺了，整个人就轻松了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很多人熬夜之后发现自己耳鸣了，耳鸣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，所以要及时去医院就医。
常常熬夜的人，肝肾功能会受到影响。传统养生认为，肾开窍于耳，常常熬夜的人，耳部的微循环就会受到影响，所以熬夜多了容易导致耳鸣。那么除了遵医嘱，平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刺激一些特定的穴位辅助调养。下面向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。我们的耳前有3个穴位，分别是耳门穴、听宫穴、听会穴。当我们张开嘴时，耳朵的前面会隆起一个鼓性凸起，而在这个凸起的后面，耳的前面则会出现一个纵向的凹陷。耳门、听宫、听会这3个穴位就自上而下排列在这个凹陷里。刺激的方法很简单，只需要将食指侧立起来，上下来回搓热这个纵向凹陷就可以了。耳门是手少阳三焦经的穴位，听宫是手太阳小肠经的穴位，听会是足少阳胆经的穴位。这3个穴位虽然分别属于3条不同的经脉，但是因为这3条经脉循经我们耳朵周围的时候，都会从耳朵后面进入到耳朵里面，然后走出到耳朵前面，所以这3个穴位都可以直通到耳朵里。这3个穴位几乎是紧挨在一起的，所以可以同时刺激。这个方法非常简单易行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做，能够起到活血化瘀通脉的作用，对耳鸣的调养很有益处。做完上面的动作，我们再点按脚背的第5会穴。这个穴位这样讲，我们把脚趾向上翘起，这条是小指伸肌腱，在小指伸肌腱内侧缘凹陷处，就是第5会穴，就在这里，按中会有明显的痛感。找到穴位，用拇指指腹插住，保持适度的痛感，旋卷点揉，每次5到10分钟。做完一边，再做另外一边。第5会穴是胆经的穴位，本穴功用是沉降各经脉气血中的阴浊，所以对疏通经络很有帮助。所以配上这个穴位，可以更好的调养耳鸣的问题。以上就是一个辅助调养耳鸣的日常保健小方法。因为耳鸣的原因是很复杂的，有耳鸣的在遵医嘱的同时，持之以恒的用这个小方法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很多颈椎有问题的人都会很关心颈椎病能不能彻底痊愈。从统计上看，大多数人的颈椎问题是可以完全康复的，但是从颈椎的性质看，它是个退行性的一个问题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还有日常生活工作等等原因导致的颈椎局部劳损，而且是长期的劳损。从状态的发展上看，它只会越来越严重。但是如果我们平时多保养，避免过度退行，尽量的降低劳损，那么颈椎的功能是可以恢复的。前面说的是大部分人，也有小部分人是好不了了。比如说脊髓型颈椎病，这个目前是没什么太好的办法，所以我们平时在工作生活中要有意识的减轻颈椎的压力。向大家分享一个贴肠功，对调养我们的颈椎很有帮助。首先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尽量做到脚跟、腿部、肩部、后脑勺紧贴墙面。注意这个脚跟呢是提起来的。好，开始。沉肩收腹，掌心向前，
双手贴着墙上举，同时要深呼吸。双手的上举保持30秒，这个动作就是把我们的颈椎拉起来。这个时候颈椎气血循环就开始提速了。然后双手交叉反掌，掌心向上，再拉伸，保持拉伸状态30秒，再加强对颈椎的拉伸。好，然后腰部发力，先向左侧拉伸30秒，然后再向右侧拉伸30秒。注意整体动作是宜慢不宜快，尽量做到拉伸的极限，还有一定要贴着墙。最后双手缓缓从两侧下，肩膀放松，自然呼吸。好，这个就是一次，重复做3、5次，有时间也可以多做。颈椎不好的朋友可以试试，一般做几天，颈椎就会好很多了。坚持每天做一做，让自己的颈椎越来越好。好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